神授谢智，能明辨是非，判断善恶，是司法公正的象征。我以此为鉴，成为一名法官。然而几个月前，一心向往刑庭的我，却意外被调到家事庭。什么是家事庭？你们结婚都8年了，有时间来法院打官司，没时间去派出所给孩子上户口，当然是你的责任了。14岁就进少管所了。家事庭就是婚姻、继承、分家、赡养等等，专门针对家庭事务、矛盾纠纷进行审理的法庭。这里没有冰冷的法庭辩论，没有立场尖锐的证人证据，却每天上演着家庭间最隐秘而真实的情感纠葛。有请审判员入庭。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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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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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呢？嘿，你这不是休息吗？加班又没奖金，还是回去吧。忙什么呢？刘丽华女士的案子眼看都要7分院打了，别的案子迂回80个回合也不一定能跟咱们所签。哎，停，别影响我心情啊！我明天还得带着好心情去参加联谊赛呢。联谊，您越联谊，我们所的资源越降级。你要是再不发力，下次客户再来的时候，连带茶底的一次性杯子都供不起了。没有带茶底的就不用了呗。什么杯子不能用啊？嚯！烫手。哎呦，老爷，你真变了。我变了。我当初刚来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怎么说？你说，要加油，要努力，居天海大不易。这儿歌编得不错啊。什么呀？哎呀，能挣出这个房屋水电就行了，多挣1个子儿，你都是我的活菩萨。你是我的小饭票啊，养老保险就靠你了。喂，您好，这里是天海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家事庭的啊，您的父亲赵申福起诉。您好，您好，换个人打吧，这人今天不会接了。就剩这个没打了。喂，温国强吗？是。通知你于2023年10月23日上午9点到天海市青城区人民法院7号法庭参加胡婷婷诉你拖欠抚养费一案庭审。此电话录音公证，听到此处视为送达，拒不到庭需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如果时间不允许或有别的原因，可以回拨法院电话与我进行协调。说了多少次了，打送达电话不要一上来就自报家门，一上来先跟对方确认身份，确认完之后把要送达的内容第一时间跟对方说清楚。啊，道理都懂，我这嘴没有你那么利索。那就练呀，练。我是赵颖。孩子到底归谁，您还真不一定能争过妈妈。不过您千万记住我的话，在庭上不指责不埋怨，财产归他，负债归你，只谈父爱不谈钱。那怎么行呢？
法官要真正判了，那我不就亏大了吗？你放心，你的诉求还有证据，我全部都会提交给法官。法官一看心里就有数了。这些利益方面，我肯定会帮你争取。你只要完美的塑造好一个女儿奴的形象，把那2位女法官的票稳稳握在手里。女法官的票，那男法官我不用管他吗？那个沈协志，我查过他的资料了，他能争取的概率很低。来了青城法院之后，这半年时间从来没有把孩子判给过男方的。哦，女法官会多考虑妈妈，男法官你让我放弃，那我这官司别打了，我肯定输了。你们是正规律所吗？怎么不正规了？怎么把我案件的输赢压在人家法官的性别上啊？太不专业了！你这样我就换一家律所了，我不在这弄了。行，那你赶紧走吧。这不就给我300块钱定金吗？您要是上哪儿还能找到更便宜的律所，您去找吧，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正好后边还有一个林主任介绍的 VIP 客户呢，我收拾东西。坐，你坐下，你听我说。哎呀，我着急了，刚才有点，你别往心里去，你坐。你得替我这案子多上点心，尽量把它赢下来，好不好？我跟你讲，只要你帮我把这案子打赢了，我后面肯定不会亏了你们的。行，只要你想赢，就听我的。那你们是否愿意为了对方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呢？不能。我吃辣本来就上火，他每次都无辣不欢。那你们吃鸳鸯锅不就解决了吗？这个绝对不行。为什么不行？他每次吃东西都在那搅来搅去，全把红汤搅到我白汤里了。你夹的时候不搅，我还没嫌你稀释我的红汤呢。我夹什么了？你说明白点，我夹什么了？那你们买2套锅，在2个房间涮不就行了吗？绝对不行。为什么不行？我们没有在家里开火的习惯。在家吃火锅哪有外面的气氛？还好意思说？你那个氛围是好了，那我呢？法官，你看看他把我手烫的，这算不算家暴？这财产是不是得少分？明明是你先晃的桌子，哎，每次一出事情你都是怪我。我什么时候晃？都是我的错了。你自己看看，把我烫成什么样子，你还好意思说？表面的就是本质的，双方情绪已经失控了。吃个火锅都能闹到对簿公堂、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看来已经不能再继续了。休庭应是最优选。注意法庭秩序。饮食习惯不同跟3观不同不一样，强迫你们融合，也不如你们双方理解彼此。法庭审判，说到底不能解决感情的核心问题。当事人双方是否能够接受调解？不行，拒绝。介于双方抵触情绪过于强烈，不宜做出重大决定。本庭宣布暂时休庭。现在的年轻人哪个是省油的灯啊？光沈谢志一个人就够我受的。你那个徒弟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哪能啊！兢兢业业，效率奇高，这一上午给了3个判决了。行，这个季度的结案率啊，全靠这只神兽提高了。谁敢说你们师徒不像呀？就这嘴皮子的功夫，不是一脉相承的来的？我哪敢教别人呢？是何婷把他塞给我。我看啊，他是嫌我这甲状腺结节还不够大，纯粹来给我添堵的。爱之深，责之切，你这是。那小沈结案率漂亮，投诉率也低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双方当事人都是心悦诚服，对不对？巴不得早一点从那个打官司的泥潭里爬出来，快点新的生活。这一时是痛快了，不深入调解，就光是判决，那万一当事人以后后悔了怎么办呢？你每次都义愤填膺、激愤难平的，不也想给当事人一次悔过的机会吗？反正我看那30多岁的巨婴，我真搂不住火。搂不住也得搂，咱们就是干这个的。快吃快吃吧。妈，我把这个玉米吃完就差不多了，汤不喝了，饱了。去家事厅这些天，你还顺心吗？还行吧，工作嘛，有什么顺不顺心的？你爸也不在家，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哎，我就是觉得吧，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法官也不像法官。那像啥？像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是幼儿园级别的，每天都得哄着当事人。哟，谢志啊，今天怎么有空回家呀？啊？你不是加班吗？怎么回来了？事儿忙完了，怎么工作不忙吗？哎呀，赶紧洗手吃饭，我给你盛饭去。你看儿子难得回来，我跟他谈谈心啊。啊，怎么样，谢志啊？家事庭的工作进行的还正常吧？挺好啊，工作嘛，尽力而为就行。什么叫尽力而为呀？你是法官呐，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就像桌上的这些菜，炒菜的人功力不到家啊，运炒的方向不对，火候的大小掌握的也不好，那吃菜的人自然是不会满意的。行，吃饭。哎呦，妈，我看不是炒菜的功夫不行，而是人压根儿就没用对。明明更适合做色香味俱全的国宴大餐，非让别人做这个农家小炒，啊，这不大材小用吗？是吧？我吃饱了，先回去了。哎，你儿子难得陪我们吃顿饭，你就不能闭嘴啊？这孩子啊是个好孩子，就是啊有时候缺乏一些同理心，一直过度依赖自己那套方法论。谢之啊，的确是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的太多。这孩子不会因为情绪影响工作的，不过呀，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组织上安排他来我们这里交流锻炼，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啊？何庭早，哟。谢志来了，行吧，在讲座的这儿啊，安排好了通知你啊，关了。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呀？何丁，我对组织安排我来这儿锻炼没有意见，我只是，我问你啊，和你同期去中院的那个江峰，最近收到高院的调任通知了。是，你呀，我刚刚还在电话里说你的孩子不会被情绪所影响，那看来我是错了，啊，年轻人有心气儿、求上进、求发展，这都非常正常，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工作，明白吧？何庭，您如果对我的工作有意见，我可以一一说明。每个案子在判决之前都经过了必要的调解程序，判决的这3对，其中你们的业务素质我毫不怀疑，但是呢，最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要认真的工作。每次在审案子的时候，要考虑好当事人的基本诉求究竟是什么，明白吧？你来吧，我先走了。哎。法律最高的法院干什么呀？这俩王子回家商量什么情的？往这个，从这里来了，好，准备好啊！来，3、2、1，开始。我刚才刚给你们介绍完啊，这个法院的安检程序，真的是麻烦的很呀。还有，我得提醒大家，结婚一时爽，离婚2行泪，大家可得小心啊！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域是家事庭的等候区。来，你们跟我来啊，这边，来，你们看这是什么？第一法庭。哎，你们娜娜姐呀，打个官司都得到第一法庭，干什么事儿都力争第一 ，Number One。哎，先生，请把手机收起来，这里是法院。不拍了。不好意思啊。1号法庭当事人到了吗？哎，这儿。带好身份证和法院通知单，走。哎，好。知道吗？就咱们那被告小网红，在网络上还真是挺有市场的。我昨天去他直播间看了一眼，
不到半个小时，就他那粉丝给他刷礼物，能有8000多。起诉书上说她年收入过100万，应该能有。你说她老公也真是挺可怜的哈，你说辛辛苦苦把账号做成了，这刚刚开始有起色。我昨天在直播间感觉她跟那摄影师的互动比跟她老公还多。你说女方是不是有隐瞒？那说实话，没有证据，别乱说话。你放心，推测归推测，我们还是有基本的职业素养的。唉，可怜了孩子。哎，姐，你觉得孩子给谁比较合适？不出意外的话，当然跟妈了。那么小的女孩，爸爸带着也不合适吧？再说他媳妇儿跑了，收入来源也断了。沈介志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很难得呀，咱仨终于有一回没有什么争议的了。那这庭应该挺快的吧？这就是法院的里边了啊！哎，你看，富丽堂皇，一会儿法官就坐那儿啊。哎，嗨，前夫哥，前夫哥，快点快点，这边来。哎呀，让开，这边不行。哎呦，哎，法官大人您好。麻烦把手机收起来。哎，自己人，被告。法庭禁止拍摄，无关人员请到旁听席。啊，那你们，哎，等会儿这拿过去。书记员。下面开始核对当事人身份信息。身份证。谢谢。下面宣布法庭纪律。2023-2090明初，0319号，原告刘文波、被告孙辣辣离婚纠纷案，2023年10月10日第一次公开庭审。双方都主张自己抚养孩子更合适，那请你们分别谈一下各自的理由。我们还是主张孩子跟着我方当事人更合适，因为眼看孩子已经快5岁了，马上要上学了。既然上学，就需要本地的户口，还有稳定的居所。本地户口有什么用啊？刘文波，你是想让孩子跟你到农村上学的，是不是？原告方发言，被告不要打断。一会儿会给你时间的。我觉得孩子在哪儿念书再说，因为现在有好多学校租房子也可以解决学籍的，但是总得有一个人给孩子烧饭，然后接送他上下学吧。我跟被告结婚那会儿年纪轻，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孩子都是我妈一手带大的，有好多次，被告去夜店玩，彻夜不归，孩子是跟着我妈睡的，睡得也挺香的。刘若，你别在这给我穿小鞋啊！我去夜店，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呀？那喝多了，在马路边上睡了多少次？你说说。被告不要插话。啊，好的。你不要插话。审判长，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儿，那时候孩子有爸又有妈，但现在孩子只有爸了，那我得为父则刚啊！刘文波，你要不要点脸呀你啊？羞得慌说这话。被告方父母什么情况？他父母离婚了，然后他们又各自再婚了，然后他们又都离婚了，现在还不在天海。审判长，你可以问问他，他可能都不知道他父母现在在不在世。但是那可以找保姆啊，那保姆那8000一个月的，那不一砖一大瓦吗？有机会了。原告过去有什么别的收入来源吗？我做过很多工作，社会经验很丰富，这也为我的直播事业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嘛。他一个工作做3月，然后啃老20年。那你对自己未来职业有什么规划吗？我打算再开一个直播号。那你重新开一个全无流量的全新账号，预计的收入有想过吗？现在的收入也不是靠他呀，那是靠我女儿。粉丝都是因为喜欢看小笼，粉丝真的是因为喜欢看小笼包的视频，靠他有什么呀？那孩子也是我身上10月怀胎掉下来的肉，你想拿走啊？什么叫我想拿？什么叫拿走啊？这个号给谁做谁都会红，我现在把账号给你了，你还不知足？哎，行，那我把账号给你，把孩子给我，你看行吗？你们有想过你们的女儿很快就要上学，有考虑过让她放弃直播，你们各自重新开个账号吗？不行。如果双方对孩子的归属都坚决不能让步了，不能。
再强调一次，不要抢话。旁听席不要扰乱法庭秩序。你们考虑共同监护吗？考虑到无论如何，被告都是孩子的妈妈，我能够接受的是每周1、3、5孩子留在我这儿，2、4、6去他那儿。为了公平起见，周日孩子在我妈那儿。哎呦，你这算盘打得真响啊！你能跟我保证周日肯定不让孩子直播吗？你要是跟我保证，我现在就跟你签协议。孙辣辣，周6日流量最好，我周6把孩子留在你那儿了，你怎么还不知足？那你不就是想要公平点？那公平点先讲，2、4、6归我，3、5日归你，周1流量最少啊！咱俩对半分进行不行？行不行？你说。孩子监护权归谁？时间怎么分配？合议庭最后都有结论的。现在给你们10分钟，好好考虑一下。我怎么嘱咐你的？只谈父爱，不谈钱。3个小时的实战演习全白做了是吧？那个女的先惹的我呀！谁惹谁重要吗？这时候，我早就告诉过你，女性在孩子的问题上面比较占优势，你必须要表现得比她好10倍，你才有机会扳回局面。你倒好，一步一个坑。现在法官眼里，你就是没有人性、没有责任心的父亲。女儿判给谁？你听天由命吧。那不行，你是我花钱请来的律师，你不能撂挑子。我管你，你要倒是听啊。我听，你说怎么办？你听好了，我告诉你，现在3位法官，你握住了1票。哪1票？于法官，他肯定出身特别好，从小父母特别疼他，他非常排斥你前妻的出生家庭。到时候在法庭上，你跟他对视，保持微笑，装糊涂，装可怜就可以了。明白。但是钱律师有个事儿啊，审判长那票我觉得我拿不住，因为那个女的特别严肃，她每次看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发怵。但是我想试一试去争取一下那个男法官，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像有好感。有好感？我们有好几次在庭上这个目光交错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对我笑，我觉得他可能对我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同情。刘先生，您知不知道有一种笑叫做笑世间可笑之时？我奶奶每次杀鸡的时候呢，都会轻轻地抚摸小鸡的脖子，对着小鸡说：“小鸡，小鸡，你别怪，你是世间一道菜。”你什么意思啊？他对你笑是要磨你脖子了啊！记住我的话，争取2位女法官的票，不要再跟那个男的眉来眼去了。明白。我没有跟他眉来眼去。放弃他。笑世间可笑之事，原来你就是这么计算我们的，还挺自信。你们想好了吗？从对孩子成长有利的角度出发，当事双方如果有什么理由或者证据，现在可以呈上来。哎，法官，我没什么要呈的，但我有句话想说啊。这个孩子是我辛辛苦苦10月怀胎掉下来的肉，我能不疼他吗？俗话说得好啊，这有了后妈呀，就得变成后爸了。一旦他再婚，又有了孩子，那我们小笼包……报告审判长，原告，我认为于情于理于法，孩子都应该判给我。我这些年没日没夜，起早贪黑，我每天白天搞直播。原告请坐好。坐下说话。我白天的时候忙着直播，晚上不是在策划视频内容，就是点灯熬油的剪视频。我日夜操劳，都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已经透支了我的身体了。暂且不说我有没有机会再婚，就算再婚，我也不可能再有孩子了。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没有生育能力了是吗？啊？是不是你律师教你说的？哎，你们也太损了，怎么能想出这种招来呢？审判长，被告注意措辞。原告代理人，我不接受被告对我的无端指责，还有辱骂。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不能指责我当事人说他是在撒谎。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分开了吗？对这件事情没有发言权。我没有发言权，那你有发言权呗？你跟他睡过怎么的？审判长，要言龌龊。被告，不要对原告代理人进行人身攻击。原告，你失去生育能力这件事情，有任何医学证明吗？
我留那玩意儿干嘛？让别人看见了不丢人吗？你在庭上说的真的假的？我瞎编的。你干嘛？你这不是信口开河吗？你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知不知道？是你让我装可怜的，对吧？我这个还不够可怜吗？我让你装可怜，没让你做伪证。这个也不一定的，对吧？比如我好多年都没有体检过了，我每天那么操劳，身体有一点小毛病也很正常，而且这些都不重要。你是我花钱请来的律师，你就不帮我搞定这个事情。如果要单独收费的话，提前告诉我是多少钱。我帮你搞定。啊？你这需要去三甲医院做检查的。你去啊，你给我搞一个回来。我告诉你，这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帮不了你。哎，这个关键时刻你一点用都没有啊！嘿嘿嘿！你们觉得那个男的真的假的？什么？刘文波啊，失去生育能力。假的。你怎么知道？要真是啊，这证据早就提交了，那明显是现编的，而且那律师，你认识啊？不认识。不过他的表情没验收好。你们觉得应该判给谁？男方。为什么？虽然两个人都把孩子当成摇钱树，但是女方父母婚姻状况非常混乱，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应该很负面的。你再看看那个女的，刚分开就跟摄影师同居了，有当妈的样吗？相比之下，这个男方的家庭就要正常一些，毕竟还有一个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的老妈，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现3位法官，你握住了一票。于法官，他非常排斥你前妻的出生家庭，到时候在法庭上你跟他对视，保持微笑，装糊涂、装可怜就可以了。谢志，你怎么看？你怎么还能犹豫呢？女孩不到5岁，爹吃软饭娘多金，就这几条，往你那个判案小程序里一输入，立刻出现2个字儿：龟妈。你怎么还能犹豫呢？案件还在审理当中，当事人还在提交新的证据，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啊？起高调是吧？这又不是在合议庭合议，你那么认真干什么？还说什么提交新证据？难不成你真的觉得那个刘文波不能生育了？不怕1万，只怕万一，谁知道呢？喂，周先生，哎，不好意思啊，我刚那个情节说的有点晚，还让您等我。要不我到办公室等你吧，你们所不就在青城法院对面吗？啊，我马上就到了啊，您不用挪地儿了啊。赵先生，哎，终于见面了。哎呀，哎，啊，实在不好意思啊，本来应该提前1个半小时到的，这我想着3点半肯定能结束，这都晚了1个多小时。是，哎呀，一点小礼物。哎，不用，哎呀，这不合适，不收礼的。这不是，它不是什么贵玩意儿，绝对不能收。你看，它就是跟一个水杯，哎，还有一个跟你的一模一样的笔记本，一模一样。您这也太客气了。你喝点什么？哦，不用麻烦了，我是嗓子不舒服，带了点这个胖大海。啊，那刚才是什么案子？哦，跟您一样，也是为了孩子的。那这拖庭拖1个多小时，这案子能赢吗？这个案子我们稳赢。稳赢啊？这么绝对啊？为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跟那个王文打招呼了？
招呼？打什么招呼？我们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只能向法官充分的展示我们的才面。虽然都是为了孩子，但我那个案子跟其他案子不一样，我的前妻找人了，说找挺厉害的人，咱先不管咱认不认识，就算咱认识，咱也得找一个硬的。我找你出来呢，就是你这，我就是想问你点实话，就是你们所，还有你们这主任，跟哪个领导熟啊？其实，按理说都认识。什么叫都认识啊？认识跟熟呢还有着距离呢。你比如说，认识是1，熟是10，从1到10，跟哪个领导到哪个度哈，你就告诉我不就得了吗？得有个1.0、2.0。我估计这么久了，3、4、5、6，可能都有。我在这跟我跟你开玩笑呢，在这儿你就跟我说你们跟那个，你们跟哪个法官熟，关系好，能把他叫来，你就这给他能收，你明白吗？你就告诉我就得了呗。那我们主任要是有这些事儿，他也不能告诉我呀。那我在这我等你1个多小时，咱俩干啥呢？你这样，你要把你们的主任叫来。我们主任平时做的都是上市公司破产、投融资之类的，那都是标的1000万以上的项目，不做假实庭。张先生，周先生。周先生，您别走。你要是想找我们主任，我可以帮你约，就是他有点忙。有点忙？我跟你们开玩笑呢，闹着玩呢。我干嘛要打官司？见孩子。为了能见上，我得跟我前妻争孩子。我已经半年没见我儿子了。我吧，我看你吧也挺不容易的啊。我为什么找你们这律师所啊？我应该去那个 CBD， 我找那个高楼大厦里的大律师所啊，我去找那独栋小别墅的大律师所啊。我为什么找一个法院门口的小宽门脸的小律师所的小律师给我打案子？我找你们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接不着大案子。你们从那个大律师所里面的手指缝里找点渣渣吃，这样你们能活下来。好歹你们在人法院门口跟那个法官能混个脸熟啊，是吧？你们认识人家，你们就能帮我呀。结果我问你认识不认识，你跟我说那些1.0、2.0、3、4、5、6，那谁能帮我呀？你们也奇怪了，你们这律师事务所，你们靠什么吃饭啊？靠喝西北风啊！瞅你，真是瞎了怪。女儿，谢谢你。秦律师，一会儿开庭的时候，你还是得帮我顶住。你不知道我审理人员特别会拿捏我，就我每次都想得好好的，但是我一见他我就……你记住，一会儿上庭之后，你别跟你老公眼神接触，也别搭话，别跟他对视。我呢，负责先跟法官把所有姐夫的罪状全部列举一遍。等我列举完了之后，你再把你这些年带着3个孩子的所有苦衷全部说给法官听。记住要抹眼泪，装可怜，让法官心疼你。这时候法官肯定就站在我们这边了。到时候还肯定问姐夫，那你觉不觉得你自己对不起你的妻子啊？你愿意做些什么来弥补她呀？对吧？然后法官会转过头来问你，说
那你决定原谅你的丈夫吗？愿不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啊？这时候就到了你提条件的时候了。这时候你就让姐夫回家，定期必须回家。到时候我再加一个期限，所有的条件都写在条款里面了。只要有法官给我们监工，压力绝对就不一样。到期要是不执行，再起诉离婚，绝不姑息。计划。不回家就离婚，放心吧。姐夫肯定舍不得离婚的。哎呀，这这么快就结束了，这就到我们了？不会吧？这才半个小时。哦，可能人家之前来过好多次了，就是走个过场。哦，没事没事。法官肯定会这么问我哈。行，我听你的，不回家就离婚，给他一个期限。好。我方当事人生了3个孩子，被告坚持要求我方当事人自然生产。第一个孩子6斤2两，第二个孩子5斤7两，第3个孩子4斤7两，这对我方当事人身体造成了极大伤害。其实有件事情我方当事人一直没有说，可能被告就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当事人是不愿意说的，只是他内心中很大的心结。老公总不回家，我当事人他一个人辛苦照顾全家，累了也不敢喊累，长期操劳根本没时间休息。哎，丽华，你看着我。被告，请您坐好。我承认，你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也没闲着呀。自从你辞了工作，全职带孩子，养家的压力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在外面拼死拼活，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你今天这么冤我，我真的很委屈。他还委屈？哎，你说我是在外面嫖了，还是在外面赌了？你让法院看看。来，法官，你看看，看看我的日程表，还有工作照。这是在西安高新区，这是银川火车站，还有更远的人迹罕至的山沟沟里。出差5天，我马不停蹄，整整3省5个市。最惨的一天，24小时就吃了包里剩下的一条过期的蛋白棒。这是苏州昆山，这是在嘉兴现场验收。放错了，下一张。这个是去上海参加展会，展会是3号到7号，我得提前过去，跟策展方对接。向辉，你往上滑一张。停。被告，这张照片什么情况？这张是我参加 MBA 班同学聚会，当时我正好去深圳出差，当地的几个同学就说一起吃个饭，这不是工作照片。下一张。旁边这位女士是谁？同学。蒋英，你是不是蒋英？我早就说你们2个有一腿吧。你别血口喷人啊！法院是讲证据的地方。你要证据是吗？好，我给你证据。法官，这个包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给你证据，自己看看。原告，请你保持冷静。不好意思，法官，我方当事人情绪太激动了，下面不会了。但凡有人家蒋英1半的温柔，也不会把我逼得天天不愿意回家。周成，你把你刚才的话你再说一遍。你太没良心了，你太没良心了，你！我为了给你生孩子，你自己看看我都胖成什么样了啊！离，离！我现在就离，法官，我现在就离。行，离，我同意。双方请保持冷静。双方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我必须离。我也不接受。原告，请你确认是否必须离婚。都成这样了，我还不离吗？确定要离。碎的都想渣了，站都站不起来了。鉴于双方目前情绪激动，
无法继续理性沟通。目前本案已经是第3次起诉，法庭不是发泄情绪的地方，不要将庭审当作儿戏。现在休庭。姐，其实我觉得今天还真挺突然的，从来没有离婚案子搞得这么意外过。哎呀，这姐夫也真是的，我还真以为他是什么工作狂呢，为了您和3个孩子在外面。哎，别提了，他就是让您给他带孩子、扫地做饭，太饿了。不过这法官还挺给力的，可以让李周成几乎净身出户了吧？姐，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生活有时候确实挺不堪的。但是我觉得这案子对您这样的女性来说，也不一定是个什么坏事情。而且您条件这么好，去稍微收拾一下，去健身房找个教练塑塑形，没准马上又遇到您人生第2春了。我不要什么第2春，我就我老公。你我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生活的转化铸成了甜。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总有些问题种如山，要怎么把人间烟火缝补，让恨释怀爱能如初，开垦生活的荒芜，同行一路多盼望。让我做破晓的风，吹散所有苦痛，让我做单身的舟，公道自在。人心之中多少呼喊，挣扎着迷茫着等待回声点燃灯火，回应诉说，你应该幸福这掷地有声。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生活的转化铸成了甜。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总有些问题种如山。